你兜里明明只剩下1毛钱，却敢开着大卡车进深山雪林，扬言要拉回1车野猪肉，惊掉全场采购员的下巴。只因别人不知道，你只要把这1毛钱充进系统，就能换来堆积如山的现代大米。在这个缺衣少食的寒冷年代，即使是在凶狠的猎户，你只要2袋白花花的大米往地上一砸，就能换取野山餐和猎物。陆寒城一脚踹开自家漏风的破木门，门板砸在墙上，震下一层灰和雪。屋里没开灯，比外头还冷。墙角的破木板床上，7岁的妹妹陆念念缩在单薄的破棉被里，冻得浑身发抖。旁边躺着脸色蜡黄的父亲陆振邦，右腿打着夹板，正死死咬牙忍着剧痛。念念喊了声哥，声音带着哭腔。陆振邦强撑着抬头，问厂里给没给批没。陆寒城上前把妹妹的被子裹紧，拳头捏得咔咔作响。他说没批。孙大锤说他是刚退伍的实习驾驶员，不符合指标，想拿没得等明年。陆振邦绝望的一拳砸在床板上，说自己的腿在车间砸断了，厂里不管，现在连过冬的没读卡。念念才7岁，没煤没火的活活冻死。念念听到冻死2个字，哇哇大哭，说自己又冷又饿，问他们是不是要死了。陆寒城猛地起身，翻遍裤兜，最后只在破洞里摸出1枚1毛钱的硬币。这年头1斤棒子面都要1毛多，1毛钱连个肉包子都买不起。就在陆寒城急得指甲掐进肉里时，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响，系统提示检测到极端生存危机，万能批发系统正式激活，当前绑定资金1角，初次激活福利1毛钱兑换1万系统币。陆寒城凭着部队练出的极强心理素质，直接在脑中下令充值。系统提示充值成功，余额1万系统币。眼前弹出半透明光幕，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按系统币结算的批发价商品。他目光扫向基础物资栏，精品无烟煤1斤1个系统币，1000斤起批；特级黑猪大肥肉1斤5个系统币，10斤起批。陆寒城直接下令要4000斤无烟煤和10斤大肥肉，系统扣除4050系统币，物品存入系统空间。他转头告诉父亲和妹妹别动，说自己出去半小时就回，今晚不但有煤烧，还有肉吃。说完转身冲进风雪，跑到家属院外一条没人的死胡同。陆寒城意念一动，下令提取，轰的一声，空地上瞬间出现一座2吨重的精品无烟煤山，块块拳头大小，没一点煤渣，旁边还有个油纸包，裹着整整10斤白花花的大肥肉。他跑向街口拉力站，那里只剩一个裹着破羊皮袄的老汉。老汉嫌雪大路滑不肯去，陆寒城掏出2块无烟煤塞进老汉怀里，说一趟活给20斤好煤。老汉一看成色，眼珠子都瞪亮，立刻答应。2人拼命装煤，老汉拉，陆寒城推，1趟、2趟、3趟，等最后一趟停在院子里时，已是后半夜。2吨黑亮亮的无烟煤在门口堆成了小山。老汉接过20斤煤和半斤肥肉，千恩万谢的走了。陆寒城拿起2块最干的煤，抓起那个装有9斤半大肥肉的油纸包，一脚踹开房门，让念念赶紧起来生火。他把报纸揉团塞进炉底点燃，2块极品无烟煤砸进炉膛，不到2分钟，炉子里窜起半尺高的蓝色火苗，没半点刺鼻煤烟味，滚滚热浪瞬间把冰窖一样的屋子轰得暖和起来。念念把手伸向炉子，小脸映得红扑扑的，激动的喊着暖和了。陆振邦死盯着烧红的炉膛，嘴唇直哆嗦，追问陆寒城哪弄来这么好的快煤，是不是去干了犯法的事。陆寒城说是战友托关系弄的，干干净净。说着解开油纸包，足10斤白花花的大肥肉，肥膘4指厚，一根猪毛都没有。在这缺油水的年代，这10斤大肥肉简直比金条还晃眼。陆振邦狂咽口水，念念大眼睛直勾勾盯着肉，哈喇子快流到被子上。陆寒城一阵心酸，拿起菜刀把肥肉切成麻酱块，铁锅架在炉子上，一滴底油没放，抓起肥肉块全倒进滚烫的铁锅，滋啦一声爆响，雪白的肥肉被逼出丰盈的猪油，边缘泛起金黄，浓郁的猪油香像炸弹一样在屋里炸开，霸道的肉香顺着门缝往外钻。趁着翻炒，陆寒城背对床铺，在脑海中搜索大米，东北特级珍珠米2系统币1斤，50斤起批。他直接买下50斤，假装拿水瓢，意念一动，大米瞬间填满米缸。他舀出3大碗洗净下锅，米香混着肉香，屋里成了人间天堂。隔壁车间主任周德胜家里，张婶正喝着稀得照出人影的棒子面粥，突然鼻子猛抽2下，说谁家半夜熬猪油，味道冲得不得了。他循着味摸到陆家墙根，满脸算计。陆振邦腿断了，哪有钱买肉？他认定是偷来的，抓起个比脸还大的粗瓷海碗就去砸门，自称王婶来串门。要知道之前念念饿得去借半个窝头，还被他拿扫帚打出来骂丧门星。陆寒城冷着脸拉开门，热浪夹着肉香扑面而来，张婶腿都软了。他一眼看见锅里翻滚的热油和冒尖的油炸肥肉，直接把碗往前一对就要往屋里挤，嘴上说让赶紧盛半碗肉和猪油给周叔补补。陆寒城像铁塔一样纹丝不动，冷眼看着他。张婶又掂了掂碗催促，陆寒城一声暴喝让他滚蛋，吓得张婶一哆嗦，没等他反应，陆寒城一把攥住他衣领，像扔破麻袋一样把他推了出去。张婶一屁股摔进雪窝里，破口大骂。陆寒城看都没看他，反手砰的砸上门，把骂声全关在外面。他跟没事人一样揭开锅盖，大米饭颗颗分明，盛了3大碗冒尖的米饭，盖上6、7块流油的红烧大肉，浇上1大勺滚烫的猪油。他把碗塞进陆振邦手里，陆振邦双手直发抖，眼眶红了，说儿子有本事了，抓起筷子猛塞，肥肉入口即化，满嘴爆油。念念直接上手抓起肥肉塞进嘴，烫得直吸溜气也舍不得吐，边嚼边傻笑。3人风卷残云，吃光了半锅饭和几斤肉。陆寒城刚放下碗，啪嗒一声，陆振邦手里的空碗摔成2半，他直挺挺倒在床上，剧烈抽搐，牙咬得咯咯响，脸憋得通红。念念吓得尖叫，陆寒城冲过去按住父亲，一摸额头烫得吓人，掀开棉被一看，右腿的旧绷带已经变黑，散发着刺鼻的腐臭和脓血味，周围肌肉肿胀发亮，伤口严重感染，引起了急性高烧。陆振邦翻着白眼，快背过气去了。陆寒城双眼通红，猛地站起身，直接在脑海中呼出系统，打开药品界面。念念吓得哇哇大哭，油乎乎的小手死死拽着父亲胳膊。陆寒城一把推开他，让他去倒碗温水。他单膝跪在床沿，拆开脏布条查看
看断腿，夹板块被肿胀的肌肉撑爆，伤口红的发紫，直往外冒黄褐色的脓水，重度感染。这年头发炎高烧真能要人命。鹿晗成在脑中大吼，让系统搜最猛的消炎药和退烧止痛药。系统弹出强效阿莫西林胶囊和布洛芬缓释胶囊，各一盒一个系统币。他毫不犹豫各买一盒，药品存入空间。他手一挥，让2盒药出现在裤兜，背过身抠出2粒阿莫西林和1粒布洛芬，把剩余药板和现代包装全塞回系统空间。这年代的现代包装绝不能露馅。念念端来水，鹿晗成捏住父亲下巴用力一卡，趁牙关张开把3粒药塞进去，灌下温水，顺着喉咙往下捋，胶囊咽了下去。高烧没那么快退，鹿晗成拧了块湿毛巾搭在父亲脑门上。念念蹲在炉边掉眼泪，问爹是不是要死。鹿晗成头都没回，他死不了，天王老子来了也带不走。声音不大，却透着股死人堆里滚出来的铁血气势。念念被镇住了，捂住嘴不敢出声。这一夜鹿晗成一眼没合，每10分钟换次冷毛巾。3个小时后布洛芬起效，陆振邦眉头松开，呼吸平稳。5个小时后阿莫西林压住感染，冷汗停了，体温不烫手了。天蒙蒙亮，陆振邦沙哑着药水喝，睁开眼喝了大半碗，下意识去摸右腿，动作猛地顿住，原本肿得发紫的右腿消肿了一大半，脓水不流了，红肿退了，剧痛竟然奇迹般消失了。陆振邦死盯着鹿晗成，追问吃了什么仙丹。念念也扑过去欢呼着说爹没死。鹿晗成面无表情，啪的把空碗重重砸在桌上。这一声吓得父女俩一哆嗦，他居高临下看着父亲，眼神如刀，说昨晚的事全当不知道，为的是部队老军医给的救命药，外头根本弄不到。陆振邦刚想追问，被鹿晗成直接打断。他说从今天起这个家他说了算，没是他弄的，肉是他买的，命也是他抢回来的，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管的别管，让吃肉就敞开吃，让闭嘴刀架脖子上也不许吐半个字。一身真刀真枪练出来的煞气，震得陆振邦后背发凉。他这才发现儿子再也不是以前的闷葫芦了。父女俩连忙点头答应。鹿晗成收起利器，翻出一套蓝工作服套上，说锅里有饭有肉，饿了自己热。他去厂里上班，今天把转正办了，顺带弄点过年物资。陆振邦急了，说他一个实习驾驶员怎么转正？孙大锤黑得很，没送礼不给批。鹿晗成推开门，冷冷丢下一句，说完大步走进风雪。他批不批，由不得他。红旗钢铁厂运输车队办公室外，几个卡车司机愁眉苦脸蹲墙根抽闷烟，屋里砰的一声巨响，搪瓷杯砸得稀碎。队长孙大锤暴跳如雷，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文件乱飞。他吼着说全都管他要肉，厂长下了死命令，过年必须分肉。可大雪封山，北安市肉联厂连根猪毛都没有，他上哪弄？副队长缩着脖子小声建议，说要不去长白岭林区碰碰运气，找老猎户收点野味。孙大锤指着他鼻子骂，说大雪封路，没10几年驾龄的老司机谁敢开进去？就算进去了，没500斤大米白面猎户也不可能换，厂食堂的面缸都见顶，拿什么换？孙大锤急得直揪头发转圈，这事办不成，他队长就干到头了。就在这时，嘎吱一声，破木门被推开，鹿晗成带着一身寒气走进来，看都没看地上的碎茶杯，径直走到办公桌前，掏出一把大前进的黄铜车钥匙，啪的一声重重拍在桌上。吵闹的办公室瞬间死寂，墙根蹲着抽烟的7、8个老司机齐刷刷抬头，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孙大锤红着眼死盯桌上的钥匙，火气直冲脑门，骂鹿晗成一个连转正名额都没有的实习生跑来捣什么乱，让他滚出去。鹿晗成站得像杆枪，半步没挪，说厂长不是下死命令要肉吗？这活他接了。孙大锤气急反笑，指着他鼻子说大雪封山，去北安市的路全冻成了冰溜子。昨天老马开6轮大前进，连打3个转，差点翻沟里，一个刚碰方向盘的毛头小子逞什么呢？墙根的老马吐了口浓烟，阴阳怪气的冷笑，说鹿晗成在部队开过2天车，就真当自己是车神了。他摸方向盘的时候，鹿晗成还在穿开裆裤。东北冰雪倒不是3脚猫功夫能对付的，让他回家抱暖气管子去。其他老司机也跟着起哄，满脸嘲弄。鹿晗成根本没搭理他们，直勾勾盯着孙大锤，说他认识长白岭深处的猎户。办公室里的嘲笑声戛然而止。孙大锤的手僵在半空，眼角直抽抽，追问他说什么。鹿晗成干脆利落地说，他在部队救过一个老猎户的命，他们村常年在深山打猎，手里压着大把野猪、狍子，只要车能开进去，保准拉回1车肉。孙大锤狂咽口水，早上厂长何广成刚指着他鼻子骂，弄不回过年的肉就卷铺盖扫厕所，他现在被逼到悬崖边，一根烂稻草也得死死抓住。他猛地站起，双手撑桌死盯鹿晗成，问他是不是真能弄来肉。鹿晗成说能，只要批条子加油，把后院那辆大前进钥匙给他，他今晚就走。老马急眼了，摔灭烟头，说别听他忽悠，认识猎户又怎样？人家打猎是为了换粮食布票，厂里连个白菜帮子都掏不出来，这小子就是吹牛想骗公家油。老司机们又炸了锅，孙大锤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被浇灭，颓然跌回椅子，说老马说的对，没物资人家不可能白给肉，让鹿晗成回去。鹿晗成冷笑一声，双手按在桌沿，身子前倾，死死锁住孙大锤，说物资不用厂里操心，他在部队手里攒了点硬通货，粮食大衣他能弄到。孙大锤眼珠子又瞪圆了。鹿晗成敲了敲桌子，说就一句话，批条子出车。他要是空车回来，不用开除，他自己滚出红旗钢铁厂，这辈子不摸方向盘。但他要是把肉拉回来了，他要转正，这趟活的提成他也得拿满。办公室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股破釜沉舟的狠劲镇住，拿饭碗打赌，这小子疯了。孙大锤脑子里疯狂盘算，反正走投无路，死马当活马医，万一真弄回肉，乌纱帽就保住了，弄不回来，顶多搭箱柴油，大不了全推这小子身上。孙大锤猛拍大腿，红着眼站起来，拽出派车单，刷刷刷签上大名，用力盖上红印章，刺啦一声撕下单子，连同钥匙一把拍在鹿晗成胸口，说条子批了，后院刚修好的前进 CA15 加满油开走。他今天把全厂老少的嘴全压他身上了，要是空手回来，亲自把他扒光挂大门上。鹿晗成抓过单子和钥匙，干脆利落转身，丢下3个字，等肉吧。一屋子人看傻了眼，外面大雪狂下，风刮脸像刀割。鹿晗成走到油
油库递了单子，看门大爷哆哆嗦嗦给那辆绿色大前进加满柴油。陆寒成绕着这辆盖着厚帆布、缠好防滑铁链的4吨载重巨无霸转了一圈，他走到车头，抽出沉甸甸的铁摇把子。这年代卡车全靠人力手摇点火，零下30度，机油都快冻成坨了，一般人根本摇不动。陆寒成扎稳马步，浑身肌肉猛地绷紧，双臂爆发出恐怖力量，大喝一声，抡圆了狠狠一摇，第一下没打着，他面不改色，咬牙连续快速摇了3、4拳，轰轰轰，一股浓烈黑烟从排气管喷出，钢铁巨兽剧烈咆哮，车身疯狂抖动，打着了。陆寒成拔出摇把子扔进驾驶室，翻身跳上去，砰地关上铁门，一脚踩下离合，右手挂入一档，松手刹给油，大前进碾碎冰层，卷起漫天雪沫，像头狂暴野兽冲出红旗钢铁厂大门。办公室窗前，孙大锤和老马一群人目瞪口呆看着卡车消失在风雪中。老马声音打颤，问真进山了？孙大锤死捏着窗台，咬牙说是死是活看这一趟了。风雪交加的国道上，陆寒成双手稳控方向盘，死盯白茫茫的前方，狂风卷雪砸在挡风玻璃上，雨刷器发出刺耳摩擦声。这种路况普通司机早吓尿了，但他在部队开的都是重型军卡，这点风雪连屁都不算。大卡车在雪地狂奔2个多小时，驶离市区，进入长白岭外围荒无人烟的林区边缘，四周全是覆盖大雪的几十米参天大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鸟叫都没有。陆寒成看了一眼后视镜，白茫茫一片，车辙印都被大雪掩埋，绝对的安全盲区。他右脚猛踩刹车，卡车在距离前方不到5米处停住，稳稳停在一个隐蔽的山沟凹陷处。陆寒成拉起手刹，没有熄火，靠在冰冷座椅上闭眼，沉入脑海中的虚拟光幕，下令开启空间。幽蓝的光幕弹出，右上角余额显示5848系统币。厂长要肉，猎户要粮，大雪封山的日子，树皮都快被啃光了，能填饱肚子的粮食才是最硬的通货。陆寒成直接搜索大米，东北特级珍珠米，粗麻袋复古包装，2系统币1斤，1000斤起批。他直接下令买2000斤，系统扣除4000系统币，40个麻袋共2000斤特级珍珠米存入空间，余额掉到1800多。他继续搜军大衣，林区夜里零下30多度，老猎户在山里钻，抗冻装备比命都重要。加厚防寒军大衣劳保款，纯棉花填充带羊毛领，15系统币1件，50件起批。他直接买50件，系统扣除750币。物资备齐，陆寒成推开车门跳下车，夹着冰渣子的狂风像刀片一样刮在脸上。他踩着没过小腿肚的积雪走到车尾，抓住帆布绑绳，绑绳早冻成了硬邦邦的冰棍。他双手用力咔嚓咔嚓扯开冰扣子，掀开沉重的帆布，露出空荡荡的铁皮车厢。陆寒成意念一动，下令提取，咚咚咚，40个鼓鼓囊囊的粗糙大麻袋凭空出现，像垒砖头一样严丝合缝码在车厢最里头，一股淡淡的米香盖过柴油味。紧接着唰啦一声，50件叠得方方正正的崭新军大衣堆在米袋外面，摞起半人高，2000斤大米，50件军大衣，空车厢瞬间塞满一半，车身都跟着往下沉了沉。陆寒成翻身上车，掏出军刀挑开个麻袋缝，白花花的大米流进手里，晶莹剔透，没一点沙子，绝对的特级好粮。这年头大街上都在吃掺沙子的棒子面，这一手好米拿出去能让人抢破头。他拍净手，又拎起一件军大衣掂了掂，足有7、8斤重，帆布面料防风耐磨，棉花塞得死紧，穿这东西在雪地睡一宿都冻不死。陆寒成手脚麻利把帆布盖好，拽着冻硬的麻绳打上几个死结，勒得紧紧的，一丝风都透不进，根本看不出里面装的什么。他翻身下车，钻回驾驶室，搓搓冻红的手，攥住档杆往下一推，挂上低速档，松离合，油门踩到底，大前进，排气管喷出黑烟，防滑铁链死咬冰雪，路面嘎吱作响，钢铁巨兽一头扎进险恶的原始森林深处，越往里路越窄，补路全被大雪埋了。陆寒成全凭技术和记忆在树缝间疯狂穿插，车身剧烈颠簸，时不时压过雪底下的枯木石头，换一般司机早翻车了，但他双手像铁铸的一样死死把着方向盘，硬开了1个多小时，天彻底黑了，大前进惨白的车灯只能照出10几米。突然，陆寒成瞳孔一缩，前方雪道正中央，横七竖八挡着3根粗壮的红松树干，把狭窄的路堵得死死的。他右脚猛踩死刹车，卡车在距离树干不到5米处硬生生停住，车轮在雪地里出2道深沟。就在车停下的瞬间，树林两侧的雪坑里猛地窜出几道黑影，风雪中炸响几声暴喝，让他不许动，熄火，手抱头滚下来。4、5个穿破烂兽皮、戴狗皮帽子的壮汉从雪堆跳出来，把车头死死围住。3支黑洞洞的土制双管猎枪和2把锋利的钢叉，直挺挺指着驾驶室里的陆寒成。枪栓拉动的咔嗒声，在寂静的雪夜里听得人头皮发麻。陆寒成没举手也没熄火，他半摇下车窗，冷冷盯着车头正前方那个端着猎枪的刀疤脸男人，说叫孟爷出来说话。刀疤脸猛跨一步，双管猎枪顶在车窗上，骂他少废话，问是哪个道上的，敢直呼孟爷名讳，再不熄火滚下来就一枪把他连人带车崩了。陆寒成坐在驾驶位，手稳把方向盘，眼皮都没抬，隔着冰花玻璃冷冷说，让他去告诉孟爷，3年前在黑熊岭把他从黑瞎子嘴底刨出来的当兵的，今天来收账了。刀疤脸愣住了，几个举钢叉的汉子也面面相觑。3年前孟爷被解放军救下的事，全村都知道。刀疤脸咬牙收起枪，让胡子看好人，自己朝树林深处跑去。没过5分钟，一阵剧烈咳嗽声传来，一个干瘦老头在刀疤脸搀扶下采雪走出。老头裹着破狼皮袄，攥着旱烟袋，眼神像鹰，这正是林区说话最管用的孟爷。陆寒成推开车门跳下雪地，大步走到光晕里。孟爷看清他的脸，手一哆嗦，眼圈瞬间红了，激动地喊着杨子，说还以为他退伍回去再也见不着了，冲上去死死抓住他的胳膊。陆寒成反手握住孟爷细得像柴火棍的手腕，眉头一皱，再看周围几个汉子，全是一副长期饿肚子的皮包骨模样。他单刀直入，问村里是不是断粮了。孟爷眼神暗淡，重重叹气，说断了半个多月了，大雪封山早了1个月，路堵死，供销社关门，100多口人吃光了地窖的洪水。
薯苞米面，现在都在啃树皮熬草根。刀疤脸红着眼吼，说不是没打猎，村里冰库堆着上千斤野猪肉、狍子肉，还有几十只飞龙鸟和好皮毛，可出不去，肉吃多了直拉稀，根本不顶饿，娃娃们饿得整宿哭，再这么下去，全村得活活饿死。他说完，猛地把猎枪砸在雪地，捂脸蹲下，几个端钢叉的猎手也红着眼低头，有肉有皮子，可换不来一口活命粗粮。孟爷死扣着陆寒城袖口，眼里透出疯狂的光，问他开大车进山是不是上面派来救济的。陆寒城一句废话没有，他甩开孟爷，大步走到车厢尾部，抽出军刀割断冻死的麻绳，双手猛地掀开帆布。他说他不是来救济的，是来做买卖的。他单手撑板翻身上车，脚尖猛地一挑，将50斤重的粗麻袋踹到车厢边缘，砰一声沉重的闷响。孟爷和几个汉子愣住了，死死盯着那股囊囊的麻袋，喉结狂滚，呼吸都停了。陆寒城没给他们反应时间，军刀划过一道寒光，哧啦划开麻袋封口，白花花晶莹剔透的特级珍珠米像瀑布一样倾泻，在雪地上堆起刺眼的小尖堆，纯正的稻米清香瞬间钻进每个人鼻腔。死寂，山沟里只剩卡车的轰鸣。扑通一声，刀疤脸双膝一软跪在雪地，连滚带爬扑过去，双手发抖捧起一把大米，他声音凄厉的像哭，说是白米，没沙子没糠皮的细粮。他顾不上米上的血沫子，直接把生米塞进嘴里疯狂嚼，嘎嘣声听得人头皮发麻。其他几个汉子也疯了，扔了家伙扑上去抓米往嘴里塞，边嚼边流眼泪。孟爷像被雷劈了，僵在原地，死盯着白米，嘴唇直哆嗦，汗烟袋掉在雪地上都没发觉。陆寒城冷漠转身，从麻袋后抓起一件加厚防寒军大衣，抡圆胳膊朝孟爷砸去，7、8斤重的大衣砸在孟爷怀里，差点把老头砸个跟头。孟爷低头一看，呼吸瞬间急促，纯棉帆布厚实如铁甲，新棉花塞得死紧，领口那一圈厚羊毛散发着暖意，正宗军用抗寒大衣，一件能让人在雪窝睡3天3夜不打颤。孟爷死死抓着大衣，手指紧握，眼中泛着水光，老泪纵横。他猛抬头看向车厢，借着车灯看清了帆布底下堆积如山的麻袋和一大摞军大衣。他声音嘶哑地问陆寒城装了多少。陆寒城说2000斤特级大米，50件加厚军大衣。他居高临下，眼神冷厉，没有商量余地。大米管饱，大衣管暖，他要村里冰库所有的野猪肉、狍子肉和飞龙鸟，连带所有上等皮毛全部装车。一句痛快话，换不换？没有讨价还价，在饿死冻死的绝境里，这是天王老子都挡不住的诱惑，这是买命。孟爷浑身剧烈颤抖，死死抱紧大衣，红着眼爆发出一声怒吼，换！他猛地转身，一脚踹在还在嚼生米的刀疤脸身上，骂他吃个屁，让他马上滚回村，把能喘气的汉子全叫起来，砸开冰库大门，拉出爬犁，把所有野肉皮子1两不剩全给陆寒城装车，谁敢私藏一块肉就活劈了他。刀疤脸连滚带爬爬起，眼底狂热，转身像疯了一样朝林区深处狂奔而去。不到半小时，漆黑的雪林深处亮起一片密密麻麻的火把，孟爷沙哑的破锣嗓子在风雪中炸响，催促大伙动作麻利点，别让陆寒城等急了。紧接着是几十个汉子粗重的喘息和狗拉爬犁在雪地上的嘎吱声。陆寒城站在车厢上，居高临下看过去，整个村子能动弹的男人全来了，他们眼窝深陷，燃着饿狼一样的绿光。几十架木头爬犁被他们拼了命的往大前进这边拉，砰的一声，第一架爬犁狠狠撞上车尾，刀疤脸一把扯开破草席，露出底下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野猪肉，足足3大扇，每扇都带着厚厚的白膘和暗红色瘦肉，血水早冻成了冰碴子。刀疤脸抹着热汗，声音直抖，说村里最大的3头全在这，加上狍子肉总共1300多斤。陆寒城一句废话没有，直接让出车厢位置，下令装车。10几个汉子连滚带爬冲上来，1000多斤梆硬的野肉被他们像扔砖头一样咣当咣当砸进车厢，堆成小山。接着刀疤脸又扔上几个巨大麻袋，口子一敞，全是冻硬的野禽。刀疤脸报数说这是50只飞龙鸟，林子里的极品，全拿雪埋着的，还有20张紫貂皮，10张纯色红狐狸皮，全村的家底1张不落全在这。陆寒城扫了一眼，飞龙鸟是旧社会给皇帝进贡的极品，这50只加上1000多斤野肉，全场工人连吃3天大肉包子都绰绰有余。那些极品皮毛拿回城里黑市，更是能让人抢破头。他翻身跳下雪地，指着车里的麻袋和大衣，说肉他收了，车上的米和大衣他们自己搬，动作快点，他赶时间。话音刚落，几十个汉子眼珠子瞬间红透了，不顾零下30度的严寒，疯了一般往车上扑。有人喊着是白米，真的是白米；有人喊着大衣里全是新棉花。拿到大衣的汉子迫不及待裹在身上，羊毛领一束，纯棉帆布瞬间挡住刺骨寒风。几个7尺高的汉子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温暖，当场蹲在雪地里嚎啕大哭，扛着米袋的更是死死抱在怀里，生怕被抢，连滚带爬往爬犁上搬。2000斤大米，50件军大衣，不到10分钟就被这群饿疯的汉子搬得一干二净。陆寒城拍拍手上的雪，走到车头刚要去拉铁门，孟爷大吼一声挤出人群，也裹着新军大衣，精神不少。他大步冲上来，一把按住车门，红着眼死死攥着手，说这50件大衣2000斤白米放哪都是救命的天价，他们村那点野肉皮子顶破天也换不来这么多好东西，他们穷但绝不占这么大的便宜。陆寒城这是拿命在贴补他们。陆寒城刚想回话，孟爷已经猛地解开大衣，从贴身破棉袄里死命掏出一个被体温捂热的红布包，外面缠着一层层红线。孟爷说他活了大半辈子不欠人情，今天陆寒城救了全村的命，这东西他必须拿走。孟爷手抖着解开红线，掀开油纸和红绒布，一股极其浓郁的泥土药香味瞬间在冷空气中散开。陆寒城目光死死锁住红布中央，那是一株干枯的植物根茎，颅头极长，碗口密密麻麻，餐体呈暗黄琥珀色，布满铁丝勒过的纹理，四周的身躯坚韧像钢丝，上面还缀着珍珠疙瘩，炉长碗密，铁线纹，珍珠点。陆寒城在部队跟老军医进过山，一眼认出这是一株品相完好，连根须都没断的纯正百年野山参，在深山老林这就是吊命神药，拿出去绝对是有市无价的稀世珍宝。陆寒城眼神一凛，说这东西太贵重，
中，让孟爷留着给自己续命。孟爷勃然大怒，脖子抱起，把红布包硬塞进陆寒成怀里，骂他放屁，说自己半截身子入土吃，这纯属糟蹋。这是他太爷爷传下来的，藏了上百年，拿回城里遇着过不去的坎，能换条命，换个大前程。孟爷双手死死按住陆寒成手背，指甲掐进肉里，眼神凶得像发怒的老狼，说今天不拿着，他立马让人把米和衣服全扔回车上。陆寒成看着孟爷通红的眼睛和周围满眼感激的汉子，没再废话，说行，他收了。他单手接下红布包，直接贴身塞进最里面的衬衣口袋，一把推开铁门，翻身跳进驾驶室，砰的狠狠砸上车门，摇下车窗。陆寒成盯着雪地里的孟爷冷冷甩下一句，熬过这个冬天，等雪化了他再来收山货。没等孟爷回话，陆寒成一脚踩下离合，右手将冰冷荡杆猛推入一档，油门瞬间踩到底，发动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排气管喷出浓烈黑烟，大前进载着1000多斤极品野味、珍贵皮毛和怀里的百年野山餐，顺着来时的车辙印，连夜朝红旗钢铁厂的方向狂飙。早上8点，雪停了，红旗钢铁厂大院里乌泱泱挤满了人，几百号工人手里攥着铝饭盒和网兜，把运输车队办公室的门堵了个水泄不通。工人们拍着门骂，说孙大锤今天必须给个准话，厂里到底发不发肉？马上就过年了，家里老人孩子一年到头没见个荤腥，就指望厂里这点福利。几个脾气火爆的钳工把木门拍得震天响，窗户玻璃都快震掉了。孙大锤躲在办公桌后面急得满头大汗，衣服领子都扯开了一半，死死盯着墙上的挂钟，嘴唇直哆嗦。老马蹲在暖气片旁边冷笑，说别看了，过去一整夜了，陆寒成那小子肯定连人带车折在深山老林里了，他就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生瓜蛋子。孙队非要信他，现在好了，肉没弄来，还搭进去公家1辆大前进，这责任谁担得起？孙大锤猛地抓起桌上的算盘砸在地上，眼珠子通红，骂他闭嘴，说自己要是被撤职，车队谁也别想好过。外面的工人们闹得更凶了，眼看就要破门而入。就在这时，一声极其刺耳、穿透力极强的重型卡车气喇叭声突然在厂区大铁门外炸响，震得地上积雪都跟着直颤，几百号工人下意识捂住耳朵，齐刷刷转头看向大门。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咆哮声，一辆裹满冰雪、车头挂着冰溜子的绿色大前进，像一头狂暴的野兽，直接撞开了厂区虚掩的大铁门。卡车轮胎上缠着的防滑铁链死死咬住压实的雪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摩擦声。有人喊那是车队的大前进，有人喊快闪开车没减速。人群吓得轰然散开，硬生生在院子中间让出一条宽敞的大道。陆寒成右脚猛踩死刹车，沉重的卡车在雪地上硬生生滑行了7、8米，稳稳地停在了办公楼的正门台阶前。排气管喷出一大股黑烟，发动机疯狂怠速，车身剧烈抖动，车队办公室的门被一把拽开，孙大锤和老马一群人连滚带爬冲了出来。陆寒成一把推开铁门，单手抓住扶手，直接从2米高的驾驶室跳下来，军胶鞋死死踩在雪窝子里。他连看都没看孙大锤一眼，大步走到卡车尾部，一把扯住冻得硬邦邦的帆布绑绳，唰啦一声，双手猛地发力，直接将厚重的帆布整个掀翻到车顶上。下一秒，全场死寂，几百号工人的呼吸在这一刻瞬间停止了，所有人死死盯着敞开的车厢，肉全是肉，3大扇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野猪肉，带着厚厚的白膘和鲜红的瘦肉，像小山一样堆在车厢正中间。野猪那长长的獠牙还挂在上面，散发着一股生猛的野性。旁边堆满了整只的狍子，以及几个敞开的粗麻袋，里面全是冻硬的极品飞龙鸟。不知道是谁在死寂的人群中狠狠咽了一口响亮的口水，这声音像是导火索。有人喊是野猪肉，得有1000多斤；有人喊还有狍子和飞龙鸟，那是皇帝老儿吃的东西。全场工人彻底疯了，几百号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大前进，把车尾巴围得水泄不通。有几个眼馋的工人忍不住伸手去摸冻得梆硬的野猪大腿，感受着那实打实的肉感，激动得浑身直哆嗦。孙大锤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直接瘫坐在雪地里，他大口喘着粗气，又哭又笑，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喊着弄回来了，真弄回来了，不用扫厕所了。老马站在台阶上，脸白得像纸，死盯着满车鲜肉，嘴唇哆嗦了半天，半个字也憋不出来，感觉被人狠狠扇了几百个大嘴巴子。人群外围传来一声暴喝，让所有人让开，说厂长来了。保卫科几个干事拼命拨开人群，厂长何广成连大衣扣子都没顾上系，踩着棉皮鞋深一脚浅一脚冲了进来。他冲到车厢跟前，一把推开挡路的工人，双手抓住车厢板，猛地踮起脚尖往里看。看清里面的东西后，何广成激动的浑身直打摆，他用力搓着双手，两眼放光，呼吸急促的像个拉风箱。何广成连喊了3个好字，猛地转过身，一巴掌重重拍在车厢铁皮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他冲着全场工人声嘶力竭的大吼，说陆寒成立了天大的功，有了这些肉，不仅能按人头分，还能给大伙一人发半只飞龙鸟回去熬汤。他说过绝不让工人过个素年。院子里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震得树枝上的积雪簌簌直落。何广成压了压手，让欢呼声停下，大步走到陆寒成面前，眼神里全是毫不掩饰的欣赏。何广成当着几百号人的面，嗓门拔到最高，喊了声陆寒成。陆寒成站直身子，脊背挺得笔直，应了一声道：何广成说他有种，敢在风雪天进长百里，还能全虚全影拉回一车极品野味，这本事整个钢铁厂找不出第二个。他猛地一挥手，指着后勤部主任大吼，让现在就去档案室办手续，从今天起陆寒成脱掉临时工帽子，直接提拔为正式编制卡车司机，去后勤库房领一套崭新的正式工装，外加一双大头皮鞋。全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正式工铁饭碗就这么转正了。要知道别人为了一个转正名额挤破头，送礼送的倾家荡产都不一定能轮得上。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何广成直接从裤兜掏出一把亮闪闪的钥匙，在半空中晃了晃，一把拍进陆寒成掌心。何广成说车队上个月刚从一汽领回来的那辆0公里新前进，一直在车库里供着没人敢开，今天起归陆寒成了，除了他谁也别想碰。陆寒成五指一收，死死攥住那把带着
体温的新车钥匙，没有客气，没有推辞，干脆利落一点头，说谢厂长。老马和几个老司机在旁边看的眼珠子都红了，嫉妒的后槽牙都要咬碎，那可是崭新的大前进，开出去多威风，现在居然落到了一个刚来没几天的小子手里。何广成大手一挥，让后勤科的人赶紧过磅蟹肉，其他人回车间干活，下班直接来食堂领肉。等人群散开，院子里只剩他们几个人的时候，何广成突然变了脸，刚才还满面红光的厂长，此刻额头上突然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他左右看了一眼，发现没人注意这边，猛地一把死死抓住陆寒成的胳膊，手劲极大，攥的骨头都微微发疼。何广成压低声音，语气急促的近乎颤抖，说让陆寒成拿稳车钥匙，现在马上跟他来办公室。他说出了天大的事，北安市军区退下来的老首长在市中心医院快不行了，现在只有一口气吊着。陆寒成进山走得深，问他认不认识能弄到老山参的餐客，只要能弄到100年以上的野山参，条件随便开。陆寒成目光猛地一凛，隔着厚厚的工作服，他的手下意识碰到了贴身衬衣口袋里那个硬邦邦的红布包，他反手抓住何广成的手腕，只说了一个字：走。大步朝着厂长办公室走去。砰的一声，厂长办公室内上厚重的实木包皮大门被何广成反手重重关死，紧接着咔嗒一声，他直接拧上了保险锁。屋里没生炉子，冷得像个冰窖，但何广成的额头上密密麻麻全是黄豆大小的白毛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连大翻领的军大衣都被汗水浸湿了一圈。他焦躁地在办公桌前走来走去，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急促的哒哒声。何广成掏出一根红塔山香烟，火柴划了3下才点着，他夹着烟的手指抖得厉害，猛吸了一大口，辛辣的烟雾瞬间呛进肺里，惹得他剧烈咳嗽。陆寒成大刀金马地坐在办公室那张掉漆的破皮沙发上，眼神冷厉地看着像热锅上蚂蚁一样的何广成，一言不发。何广成猛地转过身，双手死死撑在办公桌上，夹着烟的手指着窗外北安市的方向，说他不绕弯子了，出大事了，天大的事。他喘着粗气，声音压得极低，却透着一股绝望的急迫。他说北安市军区退下来的老首长昨晚突发疾病，连夜送进了市中心医院的抢救室。老首长当年是带着他们这帮泥腿子打天下的人，身上大大小小10几个弹孔，现在旧伤复发，引发了心肺衰竭。北安市拔尖的专家全去了，可就是止不住这命往下掉。何广成说到这眼眶都红了，狠狠抽了一口烟。他说西医抢救了一宿束手无策，国医圣手切了脉下了死命令，说老首长身子骨太虚，现在的药力根本吸收不进去，连上手术台的力气都没了，必须用上了年份的纯正100年野山参，切片含在嘴里，强行吊住最后一口真气，才能争取那哪怕半个小时的手术时间。何广成说可大雪封山的日子，北安是个大药房的库存早被翻了个底朝天，年份最老的也不过是一株30年的人工林下参，根本没有用。何广成猛地冲到陆寒成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肩膀，10根手指死死抠进厚实的工作服里，声音抖得像筛糠。他说陆寒成今天能从长白岭最深处拉回一车野猪肉，肯定认识那些最老练的餐客和猎户。他让陆寒成透个实底，问他们手里有没有藏着上百年的老山参，只要能弄来，不管多少钱，不管什么条件，他砸锅卖铁，拿厂长的乌纱帽担保，绝对满足。何广成死死盯着陆寒成的眼睛，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如果老首长就这么没了，他何广成这辈子良心都过不去，更别提以后在北安市的关系网也会彻底崩塌。陆寒成看着何广成那张急得快要扭曲的脸，半点没慌，他根本没顺着何广成的话茬往下接，只是缓缓抬起右手，拉开了那套崭新蓝色工作服的拉链，刺啦一声，拉链拉开，陆寒成把手伸进贴身的衬衣内兜里。何广成愣住了，嘴里叼着的红塔山香烟还在往外冒青烟，熏得他半眯着眼，不知道陆寒成在这个节骨眼上掏什么东西。啪的一声，陆寒成的手猛地抽出来，一扬手，一个用红线缠得严严实实的红布包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直接被重重拍在了何广成面前的实木办公桌上。沉闷的撞击声在死寂的办公室里极其响亮。陆寒成双手抱胸往破皮沙发上一靠，冷冷说找深刻没用，大雪封山一来一回最快3天，黄花菜都凉了。他让何广成自己打开看。何广成整个人僵住了，他低头看了看那个巴掌大小还带着陆寒成体温的红布包，又抬头看了看一脸冷漠的陆寒成，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粗糙的手指拨开缠绕在外面的一圈圈死结红线，掀开第一层破旧的油纸，顿时一股极其浓郁的混合着百年泥土腥气和生猛药香的味道像炸弹一样在办公室里轰然散开。这味道霸道到了极点，哪怕只闻上一口都让人觉得天灵盖猛地一清。何广成闻到这味儿，头皮猛地一炸，他一把掀开最后一层红绒布，红绒布的正中央安安静静地躺着一株通体暗黄宛如琥珀一般的干枯根茎，极长的炉头上密密麻麻全是岁月留下的碗口，餐体表面一圈圈如同铁丝勒过的深刻纹理清晰可见，四周伸展开来的坚韧身躯上缀满了如同一颗颗小珍珠般的凸起疙瘩。哪怕何广成不是中医，在东北这地界混了这么多年，他闭着眼睛也能认出这东西的成色，炉长碗密，铁线纹，珍珠点，全须全倚，连一根最细的须子都没断。这不仅是100年野山参，这绝对是野山参里头100年难遇的极品参王。何广成倒吸一口凉气，眼珠子猛地凸起，嘴巴张得老大，夹在嘴唇上的红塔山香烟因为极度的震惊直接脱落，带着一长截通红烟火的烟头精准无误地掉进了何广成大衣下摆里，直接掉在了他的裤裆上。一声撕响，烟头灼烫的温度瞬间传来，何广成整个人猛地弹起，手忙脚乱地拍打裤裆，可他的眼睛却一刻都没离开桌上那株百年参王，整张脸涨得通红，浑身哆嗦得不像话。他拍灭了烟火，顾不上裤子上烧出的焦冻，双手撑桌，整个人扑过去，鼻子几乎贴到了那株野山参上，大口大口地吸着那股霸道的药香味，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何广成的声音尖锐到了极点，完全变了调，连着问了3遍这东西哪来的。陆寒成靠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表情冷漠的像什么都没发生。他说深山猎户传家宝，用2000斤大米和50件军大衣换来。何广成死死盯着他，呼吸粗的像拉风
封箱。他颤着声音问陆寒城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老首长的事，进山的时候就盯上这株参了。陆寒城看了他一眼，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只说了一句话：何厂长，命要紧，别的以后再说。何广成浑身像过电一样机灵了一下，他猛地一拍脑门骂自己糊涂，连多余的话都不说了，小心翼翼地把红绒布重新裹好那株参王，双手捧着，跟捧着全天下最金贵的东西一样。他冲到门口，哐的一声拧开保险锁，猛地拉开门，冲着走廊声嘶力竭的大吼，让保卫科马上调一辆最快的吉普车过来，他要亲自带人去市中心医院。走廊里顿时乱成一锅粥，脚步声像打鼓一样。何广成冲到门口，又猛地刹住脚，转头看向沙发上纹丝不动的陆寒城，红着眼一字一句地说：陆寒城，你今天要是救了老首长的命，别说转正，以后在这个厂，在整个北安市，以陆寒城说话都算数。陆寒城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面无表情地走到门口，他没接话，只是在经过何广成身边时停了一步。厂长，参我给了，命能不能救回来看大夫的本事，但是有一条，这株参是我从深山猎户手里拿命换来的，将来不管谁问起，就说来路不明，渠道特殊，别把那个村子牵扯进去，那些人刚拿了粮食和大衣，经不起折腾。何广成愣了一下，随即重重点头，拍着胸脯说这件事烂在肚子里，绝不会让任何人去查那个村子。陆寒城点了下头，大步流星走出厂长办公室，他走到院子里，抬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雪停了，风也小了，太阳正努力从厚重的云层后面往外挤，把半边天映得微微发亮。陆寒城把手伸进裤兜，摸了摸空荡荡的口袋，那枚1毛钱的硬币早就冲进了系统，现在口袋里什么都没有，但他的系统空间里还有余额，家里的煤堆得像小山，米缸满满当当。妹妹念念和老爹陆振邦吃上了一年到头第一顿饱饭，他的口袋里虽然空了，这个冬天却再也冻不死人，饿不死人了。陆寒城从工作服兜里掏出何广成刚才拍进他掌心的那把崭新车钥匙，在指尖转了2圈，他朝着厂区后院的车库走去，那辆0公里的崭新大前进正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等着他的新主人。陆寒城拉开沉重的车库铁门，阳光涌进来，照在那辆崭新卡车墨绿色的车漆上，反射出一层耀眼的光。他翻身跳上驾驶室，把钥匙插进点火孔，手腕一拧，轰的一声，发动机咆哮着活了过来。陆寒城握住方向盘，嘴角终于微微上扬了一下，这是他来到这个年代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火星子瞬间烧穿了薄薄的毛线裤，前一秒还沉浸在巨大震惊中的何广成，下一秒直接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捂着裤裆一蹦3尺高。他疯狂拍打着裤裆，把烧了一半的烟头抖落出来，狠狠一脚踩在水泥地上碾灭，裤裆上硬生生被烫出了一个指头大小的黑窟窿，冒着焦糊的青烟。但何广成根本顾不上刺痛，他连滚带爬扑回办公桌前，双手像护着祖宗牌位一样死死护住那个红布包，猛地转头盯着陆寒城，声音全哑了，带着不可置信的狂喜，问这东西他哪来的？是不是真把这条命的神仙玩意儿给弄来了？陆寒城面无表情地拍了拍大腿上沾着的血沫子，说是梦爷给的，说能救命就随手带回来了。他问老首长不是要拔气门芯了吗？这东西够不够把阎王爷的请帖撕了？何广成听着随手带回来4个字，只觉得一阵气血翻涌，这可是100年老山参，随便拿出一根须子都能在黑市上换一套4合院的天价神物，这小子居然说随手带回来。何广成眼眶瞬间通红，猛地双手抱拳，身子站得笔直，对着陆寒城深深鞠了一躬，说大恩不言谢。他猛地抬起头，双眼充血，咬着牙一字一顿地吼道：陆寒城今天救了老首长的命，就是救了他何广成的命，这株参他不问来路，更不会亏待。从今往后在这个地界上，不管遇到陆寒城的事，就是他何广成的事，他欠一个天大的人情，拿命还的那种。何广成说完，根本不给陆寒城说话的机会，以极其生猛的手法将那株100年野山参重新用红布和油纸包好，死死塞进军大衣内兜里，紧紧捂住胸口，生怕宝贝长了腿跑掉。他说这就去市中心医院，老首长那边1秒钟都耽搁不起。说完，猛地一脚踹开办公室大门，冲着走廊嘶吼，让保卫科马上把吉普车开到门口，5分钟内冲到市中心医院。陆寒城不紧不慢地从破皮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积雪的窗台，视线里一辆军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像疯了一样，轮胎在雪地上疯狂打滑，猛地甩出一个漂亮的漂移，带着刺耳的引擎轰鸣声，直接撞碎了厂区大门口的几块薄冰，朝着市区方向狂飙而去。陆寒城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人情这东西在这年头比真金白银还要硬。何广成这条线算是彻底搭上了，北安市老首长这尊大佛的香火也算供上了。他转身理了理崭新的正式工装，大步走出了厂长办公室。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北风停了，家属院难得出了个大晴天，2声极其清脆带着军用特有威压的吉普车喇叭声突然打破了家属院的宁静。一辆车牌号打头红彤彤，挂着北安市军区特殊通行证的军用吉普，压着家属院坑洼不平的雪道，稳稳停在了陆寒城家破烂的平房院子门外。车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3接头制式皮鞋重重踩在雪泥里，一个穿着4个都笔挺军装，外罩崭新绿呢子军大衣的年轻警卫员大步流星跨下车，腰间还别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枪套，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冷硬的肃杀之气。原本还在院子里排队接水扫雪的街坊邻居们全被这阵仗吓傻了，几把扫帚啪嗒掉在地上，提着水桶的大妈连水洒了一鞋底都顾不上，所有人的眼珠子都死死盯着那辆挂着红牌照的军用吉普，大气都不敢喘。这年头，厂长何广成出门能坐个破吉普就算顶天了，这种挂红牌照、佩戴枪警卫员的专车，级别高的吓人。警卫员锐利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走到水池边一个愣神的大爷面前，声音洪亮的问陆寒城同志是不是住这个院？大爷吓了一哆嗦，结结巴巴的指了指角落里那间最破旧的平房。破平房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陆寒城穿着蓝布工装，手里拿着一条刚洗过的毛巾，一边擦着脸上的冷水，一边面无表情的跨出门槛，问谁找他。警卫员看清他的长相和那股沉稳如水的架势，眼神猛地一亮，
啪的一声猛地立正，双脚脚跟重重一磕，腰杆挺得笔直，冲着陆寒成进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军礼，大吼了一声首长好。这声大吼中气十足，简直像个炸雷在家属院上空炸响。全院子的街坊邻居听到这一嗓子腿都快吓软了。那个退伍回来前几天还连梅都买不起的穷小子，居然被北安市来的带枪警卫员敬礼叫首长。陆寒成眉头一挑，右手极其自然地回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礼，说自己退伍了不是什么首长，问老首长是不是挺过来了。警卫员放下手，满脸激动，声音洪亮的根本没打算避讳院子里任何人。他说多亏了那株百年野山参，医生把参切了片压在老首长舌头底下，硬生生把血压拔上来了。老首长挺过了2个小时的手术，今天早上已经彻底脱离危险，睁眼喝米汤了。陆寒成点点头，说活了就好，脸上没多少表情起伏。警卫员说老首长讲这是救命之恩，恩重如山。他一边说一边动作利索地解开军大衣扣子，从贴身内兜掏出一个极其厚实的牛皮纸信封，双手捧着郑重递到陆寒成面前，说老首长还在重症监护室出不来，特意交代一定要亲自把这东西交到他手上，务必收下。陆寒成伸手接过信封，没封口，入手极沉，他随手一捏，直接把里头的东西全倒在粗糙的掌心里。第一样掉出来的是一封用毛笔字写着陆寒成同志亲启的感谢信，紧接着掉出来的东西直接把满院子街坊邻居的眼珠子都晃瞎了。钱厚厚一沓，连号的、崭新的大团结，整整50张10元面值的钞票，边缘锋利的能割破手指，带着一股油墨清香，就这么赤裸裸暴露在所有人视线里。500块钱，在这个学徒工一个月只拿18块的年代，8级钳工累死累活干一个月才90多块的年代，500块钱是一笔砸下来能把人砸晕的巨款，能在城里舒舒服服买上一大套好房子。院子里响起一片整齐划一的倒吸凉气声，几个大妈眼红的直咽口水。但这还没完，陆寒成2根手指在信封最底下夹出了一张巴掌大小的硬纸票，盖着北安市军区后勤部大印的硬纸票。警卫员大声汇报说，老首长听说他家里还有个7岁的妹妹，大冷天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这500块钱是老首长个人的心意。这张票是军区特供的蝴蝶牌缝纫机票，拿着去是百货大楼，不需要任何条子，直接提现货。这句话一出，整个家属院彻底炸锅了，街坊们喊着缝纫机票，说那可是3转1响里最难弄的缝纫机，全场就厂长媳妇有一台，宝贝的跟眼珠子似的，平时摸都不让人摸。陆寒成居然直接弄到了一张特供票，就在人群外围，紧挨着陆寒成家平房的门缝后面，张婶正像只壁虎一样，整个人死死贴在木门上，透过不到1指宽的门缝，死死盯着陆寒成手里的那沓大团结和那张缝纫机票。他双眼充血红得像2只烂桃子。500块钱是老周在车间里没日没夜干好几年的死工资，还有那张缝纫机票，他做梦都想弄一台在院子里显摆，求了厂长媳妇好几次，连个旧踏板都没摸着。现在这些东西全落到了那个前几天还在捡煤渣的穷小子手里。他在门后咬牙切齿地嘟囔着凭什么。他回想起前几天晚上自己去敲门想占便宜，被陆寒成一句滚蛋直接推倒在雪地里，越想越悔，越想越气，他的牙齿无意识地狠狠咬在自己嘴唇上，直接咬破了嫩肉，一股浓烈的腥甜味在嘴里蔓延开来，但他就像魔怔了一样浑然不觉，只是死死盯着门外，极度的整个身子都在剧烈发抖。周德胜从屋里走出来，看着他这副嘴角渗着黑渍的样子，吓了一跳，一把拽住他后脖领子，直接把他脱离了门缝，砰的一声把门锁死。陆寒成极其平淡的将钱和票券成一卷随手塞进裤兜，冲着警卫员点点头，替他谢谢老首长，天冷回去开车慢点。警卫员再次敬了个礼，跳上吉普车，一脚油门卷起一阵积雪，驶出了家属院。陆寒成转过身，根本没搭理院子里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径直推开自家房门走了进去。陆振邦正坐在床上，透过窗户把外头的事看得一清二楚，激动的直拍大腿，连断腿的疼都忘了。那是北安市的吉普，500块还有缝纫机票，他们家这是要翻身了。陆寒成面无表情走到床边，把那沓大团结全掏出来，直接砸在床板上，让陆振邦收着，这几天多买点细粮和肉，把念念的身子鼓补起来。他把缝纫机票单独抽出来折好塞进贴身口袋，说票他拿走，下午去百货大楼把机器提回来，自己先去厂里上班了。说完转身就走，没给陆振邦半点啰嗦的机会。20分钟后，红旗钢铁厂第一生产车间外的露天空地上乱成了一锅粥，里3层外3层围满了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人群正中央停着一辆庞大的像一座钢铁小山的重型卡车，这是厂里花了巨额外汇从苏联引进的乌拉尔重型卡车，车头比2个大前进还要大，轮子1人多高，专门用来拉几十吨重的特种钢材，是厂里负责的一项重点工程的绝对核心设备。但此刻这头钢铁巨兽像一滩烂泥，死死趴在原地，车头引擎盖大敞着，冒着刺鼻的黑烟。厂长何广成满头大汗站在雪地里，指着几个满身油污的技术员破口大骂，说这车要是趴窝了，厂里的重点工程就得全面停滞。上头怪罪下来，全厂1000多号人都得去喝西北风。问北安市的专家打电报了没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技术员手里抓着扳手急得直掉眼泪，说北安市那边回了电报，大雪封路专家最快明天下午才能到，可发动机的供油系统彻底爆死了，苏联人的图纸他们根本看不懂，里头的零件精密度太高，厂里的机床根本车不出来，谁也不敢瞎拆。何广成气得一脚踹在轮胎上，抱着脚直跳。人群外围，陆寒成停下脚步，他眯着眼睛，目光穿透人群，死死盯在那台冒着黑烟的苏式重卡发动机上。他双手插在工装裤兜里，意念一沉，眼前熟悉的蓝色半透明光幕瞬间弹出，他在脑中下令搜索苏联乌拉尔重卡发动机全解与图纸，外加匹配的合金轴承。系统提示搜到了乌拉尔 V12重载柴油发动机全解带全套图纸，加上一副高精度特种合金主轴承，打包批发价20系统币。陆寒成直接下令购买，系统扣除20币。就在系统提示音落下的瞬间，一股庞大到极点的信息流犹如决堤的洪水般强行灌入陆寒成的脑海。刹那间，那
台趴窝的苏氏重卡在他眼里彻底变了样，发动机的每一个齿轮、每一根油管的走向、每一个螺丝的扭矩数据，全都在他脑子里纤毫毕现。他右手在宽大的工装裤兜里一摸，2块沉甸甸、泛着幽蓝色金属光泽的特种合金轴承已经安静地躺在了掌心里。空地中央情况已经彻底失控，老技术员猛地把管钳砸在雪地上，崩溃地抓着自己的头发，说他大着胆子卸了油底壳，发现是高压油泵的传动主轴承彻底碎了，滚珠全卡死在里面。就算图纸拿来，厂里的机床也车不出硬度这么高的合金轴承，这车废了。何广成眼珠子瞬间红得滴血，冲上去一把揪住老技术员的衣领，说这车要是废了，上面剥下来的特种钢材谁去拉？国家重点工程耽误了，第一个枪毙他！不管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把车发动起来。老技术员被勒得直翻白眼，说没配件大罗神仙来了也得干瞪眼。周围1000多号工人死一般寂静，全被何广成吃人的架势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重卡趴窝，所有人的年终奖全的泡汤。就在这死寂的关头，陆寒成面无表情地拨开挡在前面的几个壮汉钳工，他大步流星走进空地中央，径直走到老技术员掉落的那把大号管钳前，弯腰一把攥住冰冷的铁柄拎在手里，说厂长把人松开吧，勒坏他也变不出轴承来。何广成猛地转头，看到是陆寒成，愣了一下，说他不在车队待着，跑这来添什么乱？陆寒成指了指那台还在冒黑烟的 V12发动机，说他不是来添乱的，这车他能修。全场瞬间炸锅，几个车间主任急得破口大骂，说他一个开卡车的方向盘把式，懂什么修理？这可是苏联造的重卡，厂里最牛的8级钳工和老技术员都束手无策，让他赶紧滚下去，别耽误事。老技术员也气急败坏地指着陆寒成鼻子说他胡闹，没有高硬度的特种合金轴承，就算有通天手艺也白搭。陆寒成冷笑一声，问谁说他没有轴承？他左手猛地从裤兜里抽出，啪的一声，2枚泛着幽蓝色金属光泽、被打磨得极其精密的特种合金轴承被他重重拍在了旁边吉普车的前机盖上，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瞬间压住了全场嘈杂。老技术员死盯着那2枚轴承，像见了鬼一样扑过去抓起一枚，掏出随身卡尺疯狂测量，手指哆嗦的连卡尺都拿不稳，他声音都破了音，说这倒角，这光洁度，这硬度，比原厂配的还要精密。问陆寒成哪来的宝贝？陆寒成连眼皮都没眨，说在部队时给苏联老专家修过车，他送的保命件刚好跟这台乌拉尔重卡的型号对得上。何广成看着轴承，又看了看陆寒成那张没有丝毫慌乱的脸，脑子里闪过他随手掏出百年野山餐的画面，这小子手里全是硬货。何广成双眼死死盯着陆寒成，像赌徒押上最后筹码，问他能不能保证修好。陆寒成斩钉截铁地说给他半个小时，修不好直接把他从厂里开除，他这辈子不踏进红旗钢铁厂半步。何广成猛拍大腿，转身冲全场1000多号工人嘶吼，让所有人退后10米，谁也不许出声打扰，让老王去工具库把全套进口工具箱提过来，全凭陆寒成调用。人群轰然散开，陆寒成一把扯下崭新的蓝色工作服外套，随手扔在雪地上，他抄起管钳，抓起2枚合金轴承，在全场10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整个人直接滑进了那台重达10几吨的钢铁巨兽车底。车底光线极暗，刺鼻的机油味和高温烘烤的柴油味熏得人睁不开眼。陆寒成躺在冰冷的雪泥里，根本不管冻透后背的积雪，他举起管钳，精准无比地卡在高压油泵下方的传动轴护盖上，双臂肌肉猛地抱起，被高温爆死的螺栓发出一连串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硬生生被他蛮力拧松，拆护盖，卸残渣。他的手速快得像一道残影，他伸手进滚烫的机油槽里，一把掏出碎成渣的滚珠和断裂的旧轴承圈扔在雪地上，他抓过抹布胡乱擦了一把，满手黑油，拿起那枚高精度合金轴承，对准传动轴卡槽极其平稳地推了进去，严丝合缝，完美咬合。他反向操作，扳手在车底飞速旋转，发出咔嗒咔嗒的清脆声响。外头何广成死死盯着手腕上的上海牌机械表，秒针每走一格，他的心脏就跟着狂跳一下。全场1000多人鸦雀无声，只有风卷积雪的声音和车底传来的打铁声。28分钟，一把沾满黑油的管钳从车底被扔了出来，紧接着陆寒成双手撑着地面从车底滑出来，满脸黑色机油印子，双手黑得像炭，连眉毛上都结了冰冷的油污。他站起身，随意的在裤腿上抹了一把手。厂长上车点火，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厂区里听得清清楚楚。何广成浑身一激灵，自己一个箭步冲到重卡驾驶室旁，他手脚并用爬了进去，双手哆嗦着插入钥匙，死死踩住离合器，猛地一拧点火开关，启动机发出沉重的齿轮咬合声。下一秒，一股粗壮的黑烟从排气管直冲天际，紧接着 V12重型柴油发动机爆发出犹如远古巨兽般的震天咆哮，车身剧烈抖动一下，黑烟迅速散去，排气管里喷出的尾气变得透明，发动机的轰鸣声极其平稳有力，没有一丝杂音，那种连绵不绝的低沉声浪震得在场所有人耳膜嗡嗡作响。活了，这台趴窝的钢铁巨兽彻底活了！全场瞬间沸腾，1000多号工人激动地把安全帽全扔上了天，欢呼声简直要把红旗钢铁厂的房顶掀翻。有人喊半个小时，老技术员弄了一上午都没修好；有人喊听发动机声音比刚拉回来的时候还顺畅。老技术员整个人瘫坐在雪地上，呆呆看着那台平稳运转的发动机，老泪纵横，不停念叨着后生可畏。这手艺北安市专家来了也得喊声师傅。何广成从驾驶室跳下来，像个疯子一样直接扑上去，一把将满身油污的陆寒成死死抱住，狠狠拍着他的后背。好样的，简直是红旗钢铁厂的救星！何广成猛地推开陆寒成，转身冲着全场工人吼道：陆寒成今天挽救了国家重点工程，保住了全场饭碗，他做主直接下发重奖，从今天起陆寒成就是厂里的特级骨干技术员，享受8级工待遇，每个月工资外加30块钱技术津贴。人群再次爆发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8级工待遇那可是厂里顶天的级别。这还没完，何广成猛地转头死盯着后勤部主任老王，厂委后面新盖的那批红砖大瓦房，是不是还有一套1楼带院子的3居室没分出去？老王被厂长
气势吓了一跳，连连点头，说有一只空着带暖气和独立厕所的好房。何广成怒吼让马上把钥匙拿来，不到3分钟，老王气喘吁吁跑回来，手里攥着一串黄澄澄的钥匙。何广成一把抢过，当着全场工人的面直接拍在陆寒成那只沾满机油的手里。何广成说这套房奖励给他了，今天就搬，带着老爹和妹妹搬出那个破平房，住进大瓦房里去。陆寒成看着手里那串沉甸甸的钥匙，嘴角终于勾起一抹极其嚣张的弧度。他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膀子套上脏兮兮的工装外套，一把攥紧钥匙说谢厂长。当天下午，陆寒成直接把那辆崭新的大前进开进家属院巷子，卡车停在平房门口，他一脚踹开漏风的木门，冲屋里大吼让陆振邦和念念别收拾破烂，只拿衣服和被褥上车，今天搬家。陆振邦撑着拐杖看着门外那辆气派的大卡车，再看看陆寒成手里黄灿灿的钥匙，激动的老泪纵横，问真分房了？红砖大瓦房。陆寒成说废话，赶紧的，一把抱起念念扔进卡车副驾驶，又转身搀着陆振邦爬上车。街坊邻居全跑出来围在卡车旁看热闹。当他们听到陆寒成分到了常委后面那套带暖气的红砖大瓦房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极度的快滴出血了。人群里张婶看着陆寒成把一床破被褥扔上车，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他死死咬着牙，那可是带独立厕所的红砖房，他老周当了半辈子车间主任都没分上，凭什么这个臭开车的毛头小子就能住进去？张婶气得一巴掌拍在自己大腿上，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双拳捶打胸口，哭天抢地的嚎叫，说老天爷瞎了眼，好东西全让这丧门星占了去。陆寒成坐在驾驶室里，冷冷瞥了一眼在雪地里撒泼打滚的张婶，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搭理他。他一脚踩下离合，猛轰油门，大前进喷出一股黑烟，直接把张婶呛得剧烈咳嗽。卡车碾碎冰雪，绝尘而去，只留下满院子捶胸顿足、眼红的发疯的街坊。红砖大瓦房里暖气烧得滚烫，屋子热得让人想脱衣服。念念在屋子里疯跑，摸摸暖气片，又跑去按厕所的冲水马桶，乐得咯咯直笑。陆振邦坐在宽敞的实木沙发上，摸着扶手，笑得合不拢嘴。夜幕降临，陆寒成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突然脑海中叮的一声脆响，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成功改变家庭生存环境，当前阶段任务圆满完成，系统下一阶段商城已解锁预备状态，升级条件需要宿主提供现实中的硬通货进行充值兑换，方可开启更高权限。陆寒成目光一凝，需要现金和黄金升级，光靠厂里那点死工资和老首长给的500块钱根本填不满系统的胃口，想要搞到大量硬通货，在这年头只有一条路可走，黑市。他猛地转身走到衣架前，一把扯下军大衣披在身上，跟陆振邦说了声出去办点事，拉开门一头扎进漆黑的夜色里。陆寒成直奔城南的国营煤厂，大步流星朝着正在漫天黑灰里卖苦力卸煤的2个熟悉身影走去。铁刚和石头光着膀子，浑身黢黑，只剩2只眼白在路灯底下反着光，正咬着牙挥着大铁锹拼了命往一辆破翻斗车上铲煤。陆寒成裹着军大衣，踩着一地碎煤渣走过去，一嗓子吼过去让他们把锹扔了，跟他走，请他们吃大肘。铁刚抹了一把脸上的黑汗，转过头说听说陆寒成今天在厂里立了大功，分了红砖大瓦房，问他不在家暖炕跑着吃会来干什么。陆寒成走上前一脚把铁刚手里的铁锹踢开，说今天起这卖苦力的活别干了，让他们洗脸穿衣服跟他走。铁刚有些急了，说不干他们吃什么？陆寒成现在端铁饭碗了，他俩连个临时工都混不上，家里还张着嘴等饭吃。陆寒成一把扯过铁刚搭在车辕上的破棉袄扔在他脸上，说跟他走饿不死，去国营饭店他请客。10分钟后，国营饭店大堂里，铁刚和石头虽然洗了脸，但脖子底下还是黑乎乎的，局促的坐在油腻腻的八仙桌旁。陆寒成走到柜台前，直接把2张大团结和几张特供肉票拍在玻璃板上，要了2盘最大的酱肘子、20个大肉包子和1盆鸡蛋汤。胖服务员原本翻着白眼不想搭理，一看钱和票眼珠子都直了，立马冲后厨喊单。没一会儿，2大盘油光红亮炖得软烂脱骨的大酱肘子端上了桌，热腾腾的肉包子落得像小山。铁刚和石头闻着浓郁肉香，喉结疯狂滚动。陆寒成拿起筷子说了一个字：吃。2人如同饿虎扑食，连筷子都不用，直接上手抓起大块肘子肉塞进嘴里。不到10分钟，2大盘肘子和20个包子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连盘子底的汤汁都被铁刚用包子皮蘸着抹进了嘴里。铁刚打了个响亮的饱嗝，揉着溜圆的肚子，这顿饭吃的就算死了也值了。石头也舔着嘴唇上的油，问陆寒成是不是发财了，怎么突然这么大方？陆寒成放下筷子，掏出一包红塔山，扔给2人1人1根。他点上烟，深吸一口，透过烟雾死死盯着2人。他说他们3个光屁股一起长大，今天给他们交个底。他手指敲了敲桌子，眼神突然变得像刀子一样锋利。煤厂那活一天累死累活挣1块2，他手里现在有条路子能弄到紧俏活，想带着他们干一票大的。铁刚拿烟的手猛地一哆嗦，压低声音像做贼一样凑过来，问是不是要搞投机倒把去黑市，说被抓住可是要蹲大狱的。石头也吓得脸都白了。陆寒成冷笑一声，把烟头按在桌上掐灭，说怕了现在就回煤厂铲煤，一辈子窝在那个破地方连个媳妇都娶不上，眼睁睁看着爹妈吃糠咽菜。这句话精准戳中了2人最软的肋骨。铁刚狠狠咬牙，猛地一拍大腿，说死就死，饿死也是死，撑死也是死。说陆寒成脑子活，以前在院子里都是他带头，让他说怎么干，铁刚这条命交给他了。石头也红着眼圈攥紧拳头表态，说他也干。陆寒成站起身，裹紧大衣，让他们擦干净嘴，跟他回家看火。陆振邦带着念念在隔壁屋睡下，呼噜声打得震天响。陆寒成把铁刚和石头带进自己卧室，咔嗒一声反锁上门，转身一把扯过厚重的窗帘，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不透出去。他走到空荡荡的实木大床前，意念沉入脑海，系统提示弹出花色随机的的确良布料1米1个系统币，带夜光防水防震的电子表5系统币1块，玻璃瓶装的什锦水果罐头0.5系统币1瓶。他下令各来100的量，提取。哗啦啦一声，一堆5颜6色叠得整整齐齐的的确良布料凭空出现在床上，紧接着100块用透明塑料纸包着的崭
星电子表，以及100瓶沉甸甸的糖水黄桃橘子罐头，像变戏法一样瞬间铺满了整张大床。铁刚和石头眼珠子猛地凸起，双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在地上。铁刚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生怕叫出声来。石头浑身抖得像筛糠，连滚带爬扑到床边，双手颤抖着摸上一块红底白花的的确良布料，这么滑这么亮，这是供销社里要3张布票，外加一块51尺的的确良，还有表怎么没指针，里面还有灯在亮。陆寒成拿起一块电子表，随手扔给铁刚，这叫电子表走时1秒不差，晚上带夜光，黑市上起码能卖到30块一块。水果罐头纯白糖熬的不用票，2块钱一瓶，绝对抢疯。水果罐头纯白糖熬的不用票，2块钱一瓶，绝对抢疯，2块钱一瓶，绝对抢疯。他转过身，居高临下看着两人，说东西他弄来的，路子是他的，他们俩负责拿货去黑市处。他竖起一根手指，语气森寒，没有半点商量余地，说规矩只有3条：第一，每次卖完货拿回来的钱当面点清；第二，黑市里龙蛇混杂卖货的时候机灵点，遇到纠察队直接把货扔了撒丫子跑，人绝对不能被抓，更不能把家里底细露出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这货从哪来的不许问，就算有人拿枪顶着脑袋，嘴也得闭得像蚌壳一样严实，要是敢走漏半点风声。陆寒成眼神一凛，一把从腰间抽出匕首，当的一声重重扎在旁边的实木桌子上，刀刃直没入木3分，尾部还在剧烈颤抖。他冷冰冰说了一句：“他在部队待过，他们是知道的。”这句话直接让铁刚和石头从头凉到脚。两人看着泛着寒光的匕首，再看看满床价值连城的宝贝，根本没有任何犹豫，疯狂点头，比在煤厂干4天都挣得多。要是敢出卖，天打5雷轰。石头也赶紧表态，死都不说。陆寒成一把拔出匕首，随手扔给铁刚2个深灰色粗麻袋，两人手脚麻利，把10块电子表、10瓶罐头和几块布料小心翼翼塞进麻袋里，用破衣服垫好防震。陆寒成看了看时间，说现在12点，正是城南黑市最热闹的时候，让他们去。两人背起麻袋，像做贼一样顺着墙根溜出院子，一头扎进黑夜里。城南废弃砖窑厂，黑市没有路灯，四周黑咕隆咚的，一个个穿着破棉袄、戴着大口罩的人影蹲在墙根底下，面前摆着小布包货篮子，交易全靠打手势和压低嗓门的耳语，偶尔闪过1、2道手电筒微光，又迅速熄灭。铁刚和石头背着麻袋，贴着窑洞墙壁，紧张的手心全是冷汗。两人找了个偏僻角落蹲下，铁刚深吸一口气，把麻袋解开一道缝，旁边一个卖地瓜面的老头鼻子猛地抽动，借着微弱月光瞥见麻袋缝隙里透出的玻璃瓶反光，压低声音凑过来问袋子里装的什么稀罕物。铁刚一咬牙，直接掏出1瓶黄桃罐头，在老头眼前晃了晃，说纯白糖熬的黄桃罐头不要票，2块5一瓶。老头倒吸一口凉气，但看着晶莹剔透的玻璃瓶里抛着的大块黄肉，眼珠子都红了，当即要了2瓶。这一交易就像在平静水塘里扔下一颗炸弹，周围几个眼尖的倒爷和买家瞬间围了过来，有人喊不要票的白糖罐头，有人喊赶紧给他来1瓶。铁刚一看这架势，胆子瞬间肥了，他把罐头塞进石头怀里让他收钱，自己反手从麻袋里摸出一块电子表，直接按下夜光键。黑漆漆的砖窑厂里突然亮起一抹幽蓝色荧光，表盘上跳动的数字，在这个连机械表都算奢侈品的年代，简直就像外星科技。周围人群齐刷刷倒吸凉气，一个穿黑大衣看似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一把抓住铁刚手腕，死盯着发光的电子表，呼吸急促地问卖多少钱。铁刚想起陆寒成的话，一咬牙说35块不要票。那人生怕被抢，直接从兜里拽出3张大团结和1张5块的拍在铁刚手里。人群彻底疯狂了，有人喊这是纯正的的确良，供销社根本没有这花色，有人喊表还有没有，他出38，有人喊罐头给他留2瓶。不到20分钟，铁刚和石头麻袋里的东西被抢了个精光，连麻袋垫底的破衣服都差点被人扯走。两人抱着鼓鼓囊囊的口袋挤出人群，像疯狗一样朝着陆寒成家狂奔。凌晨2点半，陆寒成的房门被极其克制的敲响，他一把拉开门，铁刚和石头满头大汗挤进来，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粗气。铁刚眼睛亮得吓人，双手哆嗦着拉开胸口破棉袄拉链，哗啦一声，一大把揉得皱巴巴的大团结5块、2块的纸币直接被掏出来扔在实木大床上。铁刚声音激动的直打颤，说全卖空了，他活了20年从来没见过这么挣钱的买卖，那些人就像疯了一样往他们手里塞钱。陆寒成关上门走到床边，根本没看两人激动的脸，只是极其冷静的伸出手，一张一张把钱捋平。3分钟后他报出数目，一共635块，他把钱齐齐整整码成一沓，抽出3张大团结，又拿了1张2块的扔在铁刚和石头面前，说31块7毛5是他们的提成，自己分。铁刚和石头死死盯着脚边那30多块钱，铁刚的手抖得厉害，弯腰捡起钱分给石头一半，15块钱，仅仅不到2个小时的功夫，赚到了他们在煤厂没日没夜干大半个月才能挣到的工资。铁刚死死攥着那沓钱，眼睛里全是对金钱的极度渴望，明晚还去不去？陆寒成正准备把剩下的600块钱收入系统充值，刚想开口，突然外头院子的大门被人猛烈的砸响，声音在寂静的血液里跟擂鼓一样。铁刚和石头吓得浑身一哆嗦，石头脸都白了，是不是纠察队顺着脚印追上门来了？陆寒成眉头猛地一皱，一把将床上的钱扫进被窝里，冲着两人打了个手势，让他们闭嘴进里屋躲，没他的话别出来。两人连滚带爬钻进旁边的杂物间，陆寒成拉开房门，抄起门后一根铁棍，大步流星走到院子里，一把拉开院门，门一开，一股夹杂大雪的寒风猛地灌进来，外面站着的根本不是纠察队，而是冻得脸色发青、浑身全是大雪的运输车队队长孙大锤。他的吉普车就停在巷子口，发动机还没熄火。孙大锤一开门开了，根本不管陆寒成手里的铁棍，直接扑上来，一把死死抓住他的胳膊。他的手像铁钳子一样力气极大，眼珠子里满是焦灼，他喘着粗气，声音急促，让陆寒成赶紧回屋穿衣服，把大棉袄都穿上。他说边境兵团打来紧急电话，大雪压塌了前线防炮洞的顶梁，急需一批高强度的特种钢材连夜送上去加固，迟1分钟前线的战士就多一分危险。陆寒成目光一凛，直接反手拽住孙大锤的衣领，问不
是修好了乌拉尔重卡吗？为什么不派老司机去？孙大锤急得直爆粗口，说去边境的路全是盘山道，现在外头积雪半米，深底下全是暗冰。刚才老马主动请缨开了一辆车出去，刚出城门就滑进了排水沟，连人带车卡死了。孙大锤死死盯着陆寒成，双手抓住他的肩膀猛摇，说现在整个红旗钢铁厂除了他这个从部队重卡上退下来的，没人敢碰那台拉着30吨特种钢材的苏联机器。厂长下了死命令，今晚必须发车，只有他的车技过得去。陆寒成看着孙大锤焦急的脸，又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夜空，边境线防炮洞战士这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他这个退伍老兵的神经里。陆寒成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把铁棍扔在雪地里，猛地转过身。他说让孙大锤去车队发动机器，他2分钟后到。陆寒成转身大步走回屋里，一把扯下衣架上最后的军大衣披在身上，又登上一双硬底军胶鞋。他推开杂物间的门，冲着蹲在角落里的铁钢和石头说了一句：钱在被窝底下，自己数自己分，明天晚上老时间老地点，或我提前备好，出门把院门带上。说完，他抓起桌上那把崭新大前进的车钥匙，拉开房门，一头扎进凌晨漫天飞雪的黑暗里，朝着红旗钢铁厂车队的方向狂奔而去。风雪吞没了他的背影。